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2章。他们一进门，就看见了道林·格雷，他背对着他们，坐在钢琴前，正在看舒曼的森林情景。你得借给我，巴兹尔，他叫道，我想学。他们太好听了。那完全看你今天怎么做模特了，道林。哦，我不想做模特了，我不要全身像。年轻人转过身，带着有点生气的表情回答。当他看到亨利勋爵时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他马上站了起来。对不起，巴兹尔，我不知道你有人来。我给你介绍亨利·沃顿勋爵，道林，他是我在牛津的老朋友。我刚才还告诉他你是个多么好的模特，现在你把一切都弄坏了。认识您很高兴，格雷先生。亨利勋爵走上前，伸出手说，我的姑妈常常跟我说起您，您是她最喜欢的人之一，也是她的受害者之一，我怕也是。我现在在阿加莎夫人的黑名单上，道林笑着回答。我答应上个星期二陪她去一个俱乐部，但我完全忘记了，我们本来要一起演奏2重奏，我想是3重奏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我太害怕了，不敢给他打电话。哦，我会让您和我的姑妈和好的，她是您的好朋友，而且我认为您不在也没关系。可能观众会认为那是一首2重奏。阿加莎姑妈坐在钢琴前，发出的声音够2个人用了，这是对她不太好的评价，对我也不太友善。道林笑着回答。亨利勋爵看着他。是的，她真的很美，有着红色的嘴唇，蓝色的眼睛，金色的头发，她的脸上有一种让人信任的东西。她既有年轻人的坦率，又有年轻人的纯洁，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影响她。难怪巴兹尔会这么喜欢她。您太迷人了，不适合做慈善，格雷先生，太迷人了。亨利勋爵躺在沙发上，打开了他的烟盒。画家一直在忙着调颜色和准备画笔，他看起来有点担心。听到哈里的最后一句话，他看了看他，想了一下，说，哈里，我想今天完成这幅画。如果我请你走，你觉得我很没礼貌吗？亨利勋爵笑了笑，看着道林·格雷。我应该走吗，格雷先生？他问道。哦，不要走，亨利勋爵，我求您了。我看到巴兹尔又开始生气了，我不喜欢他生气的样子。而且，我想让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不应该做慈善。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回答您这个问题，格雷先生。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，需要认真对待。但是，既然你想让我留下，我当然不会现在就走。你真的不在意，对吧，巴兹尔？你常常告诉我，你喜欢你的模特有人聊天。霍尔沃德咬了咬嘴唇。如果道林想让你留下，你当然可以留下。道林的想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命令，除了他自己。亨利勋爵拿起帽子和手套。谢谢你的坚持，巴兹尔，但我怕我必须走了。我答应在奥尔良和一个人见面。早上好，格雷先生，有空来科曾街找我。我几乎总是在5点在家。来之前给我写信，我会很想见到您，巴兹尔。道林·格雷喊道。如果亨利勋爵走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你画画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坐在那里做模特，还要看起来很高兴，太无聊了。求他留下。我坚持。留下吧，哈里。为了让道林高兴，也为了让我高兴，霍尔沃德认真地看着他的画说，真的，我工作的时候从不说话，也不听别人说话，所以对我的模特来说，一定是很无聊的。我求你留下。那我跟奥尔良的人的约会怎么办？画家笑了。我不认为那是个问题。坐下吧，哈利。现在，道林，站到台上去，不要动。
也不要管亨利勋爵说什么。他对他的所有朋友都有不太好的影响，除了我。道林格雷带着有点痛苦的表情走上台，对着亨利勋爵微微皱眉。他已经喜欢上了他。他和巴兹尔太不一样了，他们形成了很好的对比。而且他的声音太好听了。您真的有那么不好的影响吗，亨利勋爵？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像巴兹尔说的那样，好的影响是不存在的，格雷先生，所有的影响都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影响一个人，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给他，他不再用自己的思想思考，也不再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的优点不再是真的，他的缺点，如果真有缺点这种东西的话，也是别人的。他变成了别人音乐的回声，变成了为别人写好的角色的演员。人生的目的是发展自己，完美的发展自己的本性，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。现在，人们害怕自己，他们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责任，对自己应该做的。当然，他们很善良，他们给饿的人食物，给穷人衣服，但是他们没有给自己想法，他们是空的。勇气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勇气。对社会的害怕，这是道德的基础；对上帝的害怕，这是宗教的秘密。这两个因素控制着我们。然而，把头稍微向右转一点，道林，乖一点。画家认真的画画，只注意到一种以前没有的表情出现在年轻人的脸上。然而，亨利勋爵慢慢地说，用那种优雅的手势，这种手势一直是他所特有的，早在伊顿公学的时候就有了。我认为，如果一个人充分地生活，如果他表达所有的想法，如果他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我认为世界会受到一种新的快乐的影响，以至于我们会忘记过去的所有缺点，回到过去的好，或者回到比过去更好、更丰富的东西。但是即使是我们中最勇敢的人，也害怕自己。我们努力消灭的每一个想法，都会困扰我们的思想，影响我们的思想。身体做错事一次，就结束了他的错，因为行动是一种结束，剩下的只有快乐的回忆或后悔的快乐。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它。如果抵制，灵魂就会生病，想要那些被禁止的东西。有人说，世界上的大事都发生在思想中，而且也是在思想中，只有在思想中才会犯下重大的错。您自己，格雷先生，您那年轻的青春，您自己也有让您害怕的想法，让您害怕的思想。睡梦中的梦和醒着的梦，仅仅是回忆就可能让您的脸红。不要说了，道林格雷用虚弱的声音说，不要说了，您让我头晕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感觉到一种感觉，但我找不到它。别说话，让我思考，或者最好是让我尽量不要思考。他这样保持了近10分钟，一动不动，嘴唇微微张开，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。他隐约感觉到新的影响正在他身体里发挥作用，然而他觉得这些影响来自他自己。巴兹尔的朋友所说的几句话，也许是随便说出的，触动了他以前从未触及过的秘密，但他现在感觉到他在跳动，带着奇怪的情绪。音乐曾经以这种强度感动过他，音乐曾经多次打扰过他，但是音乐不是清楚的，它不是一个新的世界，而是另一个混乱，是世界在我们自身中创造的混乱。文字，简单的文字，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，多么清楚、生动和残酷，不可能逃脱它们。然而，它们包含着多么微妙的魔力。它们似乎有能力为所有无形的东西提供一种形式，并且它们有自己的音乐，像乐器的音乐一样甜美。简单的文字，还有什么比文字更真实的吗？是的，在他的童年时代，有些事情他没有理解，现在他理解了。突然，
生活变得色彩鲜艳。他觉得他一直在火焰中行走。他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亨利勋爵用他微妙的微笑看着他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安静。他感到非常感兴趣。他惊讶于他的话所产生的突然印象，并且想起他16岁时读过的一本书。这本书向他揭示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。他想知道道林格雷是否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。他只是随便说了一些话。他成功了吗？那个年轻人多么迷人呐！霍尔沃德继续用他那充满活力的笔画画画。这种笔触具有真正的精致和完美的细节。在艺术中，只有活力才能赋予。他没有意识到沉默。巴兹尔，我站累了。道林格雷突然喊道。我必须出去坐在花园里，这里的空气让人不舒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必须原谅我。当我画画的时候，我无法想到其他事情。但是你从来没有做得这么好，你完全一动不动，而且我抓住了我想要的效果。微微张开的嘴唇和眼神中的光芒。我不知道哈利跟你说了什么，但他让你做出了一个很棒的表情。我想他一直在夸您，不要相信他说的一个字。他没有夸我。也许这就是我不相信他说的一个字的原因。你知道不是这样的。亨利勋爵用他慵懒的眼睛看着他说，我陪您去花园。工作室里热死了。巴兹尔，给我们来点冰镇的饮料，加点草莓。当然，哈利。按铃。等服务员来了，我就告诉他你们想要什么。我必须完成这个背景，之后我会和你们一起去。不要让道林待太久。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状态好，可以画画。这将会是我的好作品。事实上，他已经是了。亨利勋爵走到花园里，发现道林格雷把脸埋在丁香花中，像喝水一样呼吸着它的香味。他走上前，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您做得很好，他小声说，只有感觉才能治好灵魂，就像只有灵魂才能治好感觉一样。年轻人吓了一跳，退后一步。他的头是空的，树叶弄乱了他的头发。害怕出现在他的眼神中，这种害怕出现在人们突然醒来时。他那漂亮的鼻孔颤抖着，一种紧张感搅动着他那红色的嘴唇，使它们颤抖。是的，亨利勋爵继续说道，这是人生的一大秘密。通过感觉来治好灵魂，通过灵魂来治好感觉。您是一个很棒的人。您知道的比您想象的要多，而您想知道的比您知道的要少。道林格雷皱着眉头，转过头。他无法阻止自己喜欢站在他身边的那个高大的人。他那浪漫的脸，带着疲惫的表情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那柔和的声音有一种魅力，甚至他的手像花一样白，也有一种特别的魅力。当他说话时，他们有节奏地移动着，似乎有自己的语言。但他害怕他，并为这种感觉感到羞耻。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向他揭示他自己的本质呢？他认识巴兹尔·霍尔沃德已经几个月了，但他们的友谊从未改变过他。突然，有人出现在他的路上，似乎揭示了生活的秘密。然而，他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他不是一个学生，也不是一个女孩。他的害怕是荒谬的。我们坐在阴凉处吧，亨利勋爵说。服务员已经把饮料拿来了。如果他在阳光下待得太久，他就会被晒坏的。巴兹尔再也不会画他了。他不应该被晒黑，那将是一种真正的遗憾。那有什么关系？道林格雷笑着喊道，同时坐在花园尽头的长椅上。对您来说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格雷先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您拥有最美好的青春，而青春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亨利勋爵。您现在不这么认为。但是有一天，当您变老、变皱、变丑的时候，当思想在您的额头上留下皱纹，
当激情的火焰在您的嘴唇上留下痕迹时，您会感到非常痛苦。现在，无论您走到哪里，您都在影响着世界。但是会永远这样吗？您有一张非常美丽的脸，格雷先生。不要皱眉头，您确实有。美丽是一种才能，实际上比才能本身更高，因为它不需要解释。它是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事实，就像太阳，或者春天，或者我们在水里看到的那个银色的贝壳。我们称之为月亮。有些东西是不用怀疑的，它拥有神圣的权利，它把那些拥有它的人变成了王子。您在微笑吗？啊，当您失去它的时候，您就不会微笑了。人们有时会说美丽是肤浅的，也许是吧，但至少它没有思想那么肤浅。对我来说，美丽是奇迹中的奇迹。只有简单的人才会停止通过外表来判断。世界真正的秘密在于可见的东西，而不是在于不可见的东西。是的，格雷先生，上帝对您很好，但是上帝给的东西，他们很快就会拿走。您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真正的生活。当您的青春消逝时，您的美丽也会随之而去。您会突然发现您已经没有了成功，或者您必须满足于小的成功，而这些成功会让您想起过去，比失败更痛苦。过去的每一个月都在让您接近那个可怕的现实。时间嫉妒您，并且与您的花做斗争。您的肤色会变得不好，您的脸颊会凹陷，您的眼睛会失去光泽，您会很难过。啊，在您的青春还在的时候，要意识到它。不要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去听那些无聊的人说话，去试图改变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，把您的生命交给无知和庸俗。这些都是不好的价值观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虚假想法。活下去，抓住您身体里那美妙的生命，不要让任何东西失去，总是寻找新的感觉。不要害怕任何事情，一种新的享乐主义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。您可以成为它的象征。以您的个性，没有什么您做不到的。这个世界暂时属于您。从我认识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您完全没有意识到您是什么，您实际上可能是什么。我被我在您身上看到的东西所吸引，以至于我觉得我必须告诉您一些关于您自己的事情。我想到了您浪费自己的悲剧，因为您的青春会持续很短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。山上的野花会凋谢，但它们会再次盛开。明年6月，这棵山楂树会像现在一样。1个月后，铁线莲会有紫色的星星。年复一年，它那绿色的夜晚会托起红色的花朵。但是，人永远无法恢复他的青春。20岁时，在我们身体里跳动的快乐正在减弱。我们的四肢衰弱，我们的感觉迟钝。我们退化成可怕的人，被那些让我们太害怕的想法的回忆所折磨，被那些我们没有勇气接受的诱惑所折磨。青春，青春，世界上除了青春什么都没有。道林·格雷睁大了眼睛，惊奇地听着。他手中的丁香花掉在了地上，一只蜜蜂飞向他，嗡嗡地飞舞着，在他周围盘旋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开始爬上那些花。道林以一种奇怪的兴趣看着他。当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害怕时，或者当我们第一次被某种情绪所感动而无法表达时，或者当一个让我们恐惧的想法突然包围我们的思想，并让我们接受它时，我们就会产生这种对琐事的兴趣。很快，蜜蜂就飞走了。他看到它爬上了罂粟花的花，那朵花似乎颤抖了一下，在空中轻轻地摇曳着。突然，画家出现在工作室的门口，并示意他们进去。他们互相看了看，笑了笑。我正在等你们，他喊道，进来吧，这里有好的光线，你们可以把饮料拿进来。他们站起来，沿着小路走着。2只蝴蝶，白色和绿色，在他们面前飞舞着，
在花园角落里的梨树上，一只鸟在唱歌。您很高兴认识我吗，格雷先生？亨利勋爵看着他问道。是的，我现在很高兴。我想知道是否会永远这样。永远？可怕的词，每次听到它我都感到害怕。女人太喜欢用它了，她们想让爱情永恒，从而破坏了所有的浪漫。而且，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。一时兴起和终身激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，一时兴起持续的时间更长。当他们走进工作室时，道林格雷把他的手放在亨利勋爵的胳膊上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的友谊只是一时兴起吧。他红着脸小声说道，为自己的大胆感到羞愧。然后他走上台，回到原来的姿势。亨利勋爵躺在一张椅子上，看着他。画笔在画布上移动的声音是打破安静的唯一声音，除非霍尔沃德不时地退后几步，从远处观察他的作品。灰尘在光线中跳舞，光线从敞开的门射入，玫瑰的气味似乎笼罩着一切。1刻钟后，霍尔沃德停止了绘画，他长时间地看着道林格雷，然后看着画像，同时看着他的一支画笔的笔尖，并且皱着眉头。完成了，他最后喊道，并且弯下腰，用红色的颜料在画布的一角写下了他的名字。亨利勋爵走上前，检查了这幅画。这确实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，而且很像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祝贺您，亨利勋爵说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肖像画。格雷先生，过来看看您自己的画像。年轻人颤抖了一下，好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。真的完成了吗？他走下台，小声说道。完全完成了。画家说，而且您今天做得非常好，我非常感谢您。这要归功于我，亨利勋爵说，不是吗，格雷先生？道林没有回答。他走过画像，然后转过身。当他看到他时，他退后一步，他的脸充满了喜悦，一种快乐的表情涌上他的眼睛，好像他第一次认出了自己。他站在那里，充满了惊讶，隐约意识到霍尔沃德正在向他走来，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对自身美丽的认识，像启示一样出现在他的内心，这是他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东西。巴兹尔·霍尔沃德的赞美，在他看来只是有意的简单和夸张。他听着，笑着，忘记他们没有影响他的本性。然后亨利·沃顿勋爵来了，当时他被感动了。但是现在，当他看到自己美丽的影子时，描述的残酷现实像闪电一样穿透了他。是的，总有一天他的脸会布满皱纹，变得憔悴，他的眼睛会变得不好，他那好的身体会变得不好，他嘴唇的红色会消失，他头发的金色会熄灭。应该塑造他灵魂的生命会毁掉他的身体，他会变得可怕。想到这些，一种痛苦像刀一样刺穿了他，使他身体里每一根纤细的纤维都颤抖。他的眼睛变成了紫色，一层泪水模糊了它们。他感到一只冰冷的手放在了他的心脏上。您不喜欢他吗？霍尔沃德最后喊道，对年轻人的沉默感到有些难过。他不明白年轻人的沉默是什么意思。当然他喜欢，亨利勋爵说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这是现代艺术中最好的作品之一。我愿意给您任何你想要的价格。我必须拥有它。它不属于我，哈里。它属于谁？当然属于道林。画家回答。他是一个幸运的人。多么悲伤啊！道林格雷小声说道，眼睛仍然盯着画布。多么悲伤啊！我会变老，变得丑陋，但是这幅画像会保持年轻。它永远不会比今天更大。如果情况相反就好了。如果我永远年轻，而这幅画像代替我变老就好了。为此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是的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不能付出的。我愿意为了得到它而献出我的灵魂。您很难喜欢这样的安排，巴兹尔·
亨利勋爵笑着喊道，这对您的作品来说是一件坏事，我会反对的。哈里·霍尔沃德说。道林格雷转过身看着他，我相信您会的，巴兹尔，您更看重您的艺术，而不是您的朋友。我对您来说，只不过是一个东西。我敢说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画家惊讶地看着他，很少听到道林这样说话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似乎很生气，他脸红了。是的，他继续说道，我对您来说，比您的东西还要重要。您会永远爱他们，但是您会爱我多久呢？我想，直到我长出第一条皱纹。我现在知道，当一个人失去他的美丽时，他就会失去一切。您的话教会了我这一点。亨利·沃顿勋爵说的完全正确。青春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。当我感觉到我开始变老时，我会自杀。霍尔沃德脸色苍白，握住他的手。道林，道林，他喊道，不要这样说话。我从来没有像您这样的朋友，而且我永远也不会有。您不会嫉妒东西，对吧？您比任何东西都好。我嫉妒一切美丽而不死的东西。我嫉妒您画的画像。为什么他必须保留我将要失去的东西？每一刻过去，他都会从我身上夺走一些东西，并把它交给他。哦，如果情况相反就好了。如果是画像改变，而我永远保持现在的样子就好了。您为什么要画他？他总有一天会嘲笑我，会可怕的嘲笑我。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，他扭动着双手，倒在沙发上，把脸埋在靠垫里，像在祈祷一样。这是您的错，哈里，画家痛苦地说。亨利勋爵耸了耸肩，这就是真正的道林格雷，仅此而已。不是的，如果不是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我告诉您的时候，您应该离开了。他小声说，我留下来，是因为您要求我留下来。亨利勋爵回答。哈里，我不能同时和我的2个最好的朋友争吵，但是你们2个让我讨厌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，而且我要毁掉它。它除了画布和颜料之外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不会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。道林格雷从枕头上抬起他那金色的头，把他那苍白的脸，泪眼汪汪地转向画家。画家正走向位于长长的窗帘下的桌子。他打算做什么？他的手指在东西中摸索着，寻找着什么。是的，那是调色刀，有着锋利的刀刃。他终于找到了它。他要撕裂画布。年轻人呜咽着，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冲向霍尔沃德，从他手中夺走刀，把它扔到工作室的角落里。不要这样做，巴兹尔，不要！他喊道，那将是一种错。我很高兴您终于欣赏我的作品了，道林。画家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后，冷冷地说，我以为您永远不会欣赏的。欣赏它？我喜欢它，巴兹尔。它是我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我知道这一点。好吧，等他干了，我们会给他上清漆，给他装上画框，然后把他送到您家。之后，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它。他穿过房间，叫人来喝茶。您要喝茶，对吧，道林？还有您，哈里。或者您对如此简单的快乐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喜欢简单的快乐，亨利勋爵说，他们是好的。但是我讨厌场景，除了在剧院里。你们2个多么荒谬啊！我想知道是谁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。这是有史以来不好的定义。人有很多东西，但不是理性的。我很高兴是这样，毕竟，虽然我宁愿你们不要为画像争吵，您最好把它给我，巴兹尔。这个年轻人实际上不需要它，而我需要它。如果您把它给别人，而不是给我，巴兹尔，我永远不会原谅您。道林格雷喊道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叫我年轻人。您知道，这幅画是您的，道林。我在它存在之前就把它送给您了。您知道，您表现得有点愚蠢，格雷先生。
而且您实际上并不介意别人提醒您非常年轻。今天早上我会非常介意，亨利勋爵。啊，今天早上，从那以后您就活过来了。有人敲门，服务员端着茶盘进来，把它放在一张小桌子上，传来茶杯和盘子的声音，还有茶壶的声音。一个服务员端来了2个碗，道林格雷站起来倒茶。这2个人走到桌子旁，看着里面的东西。我们今晚去剧院吧，亨利勋爵说，肯定会在某个地方上演一些东西。我答应在怀特吃饭，但那是一个老朋友，所以我可以给他写张纸条，告诉他我不舒服，或者我因为之后的约会而无法参加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穿礼服太麻烦了，霍尔沃德小声说，而且穿上它会让人看起来很可怕。是的，亨利勋爵回答，19世纪的服装不好，它太阴暗了，错视现代生活中剩下的颜色。您不应该在道林面前说这些话，哈里。在哪个道林面前？是倒茶的那个，还是画像里的那个？在他们2个面前都不要说。我想和您一起去剧院，亨利勋爵，年轻人说。那么您会去的，您也会去，对吧，巴兹尔？我真的不能，我宁愿不去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好吧，那么您和我单独去，格雷先生。我会非常高兴的。画家咬了咬嘴唇，端着茶杯走向画像。我会和真正的道林在一起，他悲伤地说。那是真正的道林吗？画像的原型走近他喊道。我真的长这样吗？是的，您完全一样。太棒了，巴兹尔，至少您的外表是这样的。但它永远不会改变。霍尔沃德叹了口气，总比没有好。人们对忠诚的吵闹声有多大？亨利勋爵喊道。多么大的问题啊！即使在爱情中，这也纯粹是一个身体问题。它与我们的想法无关。年轻人想忠诚，但他们做不到，这是唯一可以说的。今晚不要去剧院，道林，霍尔沃德说，留下来和我一起吃晚饭。我不能，巴兹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了亨利沃顿勋爵要和他一起去。他不会因为您遵守您的承诺而更欣赏您，他总是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我求您不要去。道林格雷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我求您了。年轻人犹豫了一下，看着亨利勋爵。亨利勋爵从桌子边用笑容观察着他们。我必须去，巴兹尔。他回答。好吧。霍尔沃德把茶杯放在托盘上说，时间不早了，既然你们要打扮一下，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再见，哈里。再见。道林，尽快来看我，明天来。当然，您不会忘记吧？当然不会，道林喊道。还有哈里，什么事，巴兹尔？记住我今天早上在花园里跟您说的话。我忘记了。我相信您，我希望我能相信我自己。亨利勋爵笑着说。走吧，格雷先生，我的车在外面等着，我可以送您回家。再见。巴兹尔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下午。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，画家倒在沙发上，一种痛苦的表情涌上他的脸庞。